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1，收盘价是262.3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5.61，最低价是在250.3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5个点。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当日的成交量是 1.604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下方在250这个位置是遇到了支撑，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上。那上方呢是在265遇到了压力，最后收盘价收在了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那我们也关注到它的成交量是量增，那么价涨量增，收盘价站上前高，那这些信息都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上行。那除了这些信息呢，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7月9日的这个收盘价是在262.33，它站上了前一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60。那在前一期视讯当中我们说过，在7月5日和7月8日这两个交易日股价出现了也就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么这两根 K 线可以这样说，连续出现的都是止涨的信号 K 线。一个是蜻蜓线，在高位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另外一个是含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一个中绿 K 线。那这两根 K 线都是带有成交量的，所以这都是止涨或者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这两根 K 线下方是在242遇到支撑，上方是在260遇到压力。那么日后股价的走势呢，就是要突破这两个关键的位置，这是我们之前视讯说的。那么在7月9日我们会看到股价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区域内出现横盘，而是突破了上方的这个标志，也就是260，突破了前高。那收盘价站上这个位置实际上我们这样说，这两根 K 线都带有大的成交量。那7月9日收盘价站上他们的最高，那也就叫换手成功。那么同时在7月9日也是带一根带量的 K 线，那这些信息也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好，那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那如果比如说现在虽然现在的指标都是指向上，那么在7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仍然上方是有上影线的，说明上方一定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那我们认为7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50将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当然，如果股价能够回档到250这个位置实际上股价也就是已经跌破5日均线值了。我们测算在7月10日5日均线值是在254到256之间，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呢，股价从 K 线信息来说，股价回档，我们现在认为250是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我们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255，另外一个是在262附近。对，那这2个上涨的这个点位的区别呢，一个是在前高的下方，另一个是在前高的上方。那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46附近，在这个位置。当然，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那实际在7月9日收盘价是在262.33，出现了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的高的一个点位，对，是基本接近，就是都在262附近。那同时呢，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最低是在250遇到支撑，上方最高呢是突破了上方的我们说前高。这个前高我们指的不单单是前一日 K 线最高，而是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一个目标是2023年12月28日这根 K 线最高是265.13。对，也就是当日的走势，我们说最高很有可能会到达268，也就是突破这个前高实际当日也是以微弱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就是最高是突破了前高。所以我们说走势是基本相同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出现了新高，我们也是对之前的265来说的。那点位接近，走势也是相同。那么同时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就是这个股价站上突破上方的260这个关键位，站上它前高，那么为股价继续上行呢奠定一个基础。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因为我们刚刚看过的一些指标都预示着股价会上行。那对于7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我们不变，我们依然保留265。虽然7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突破了这个前高第一个目标，但是收盘价还没有站上它，所以呢，这个目标的突破还要等待确认，也就是我们要等待收盘价站上这个第一个目标，那么才能说完成这个目标。所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65。那压力位呢？其实这个位置又是压力位，又是目标。现在这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多头就是一定要突破的位置。我们说多头一定要突破的位置，指的是它的目标，不代表是实际一定会突破它。对。好，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接下来如果这个位置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那之前的这些高点呢，我们说它仅仅是包括这个缺口，仅仅是股价在到达299之前的压力位。所以这是第二个目标。那一旦299实际上也是300关口，那这个关键位置如果被站上呢，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同时站上这个位置也会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低点所建立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也将会被瓦解，就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300关口如果299被突破之后，第三个目标就是314。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下行我们再来看下行目前股价一直是在一个强势的上涨的过程当中，每一根 K 线都是头头高底底高的多头趋势那么下行虽然很远，但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7。
那要到达177啊，要重新建立空头趋势，然后股价首先要回档。那么股价要回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说了，250，也就是这根7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将会成为回档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强支撑。也就是股价只有跌破这个位置，才会进入深度的回档，否则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对，在250上方进行横盘。那么当然5日均线值也是支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还有很多2个缺口，还有这条下行趋势线，包括20日均线值都会是支撑。那么比较关键的一个值就是20日均线值，在7月10日我们测算是到达了206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10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关注的位置是250，也就是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那么到了7月10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其实就是前一日的收盘价，我们定义在262附近。好，为什么要定义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这样的一根 K 线上方是有一根较长的上影线的，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那么股价呢，在7月10日如果能够在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出现新高然后出现上涨。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262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62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我们首先来看多头。那多头目前我们有一个50%的全仓的多头仓位。我们在视频当中介绍的全仓指的是账户的50%的资金量指的是全仓。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满仓，满仓就是100%。那我们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通常我们只是加到全仓就可以了。对，除非股价有继续大的突破，我们才会慢慢的继续向满仓，对，就是加仓到满仓。好，那这50%的全仓的仓位，我们最后一次是加仓是在7月8日收盘价是在252或者253这个位置加仓完毕。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210，对。那么我们停利是守5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在7月9日这个仓位并没有跌破5日均线值，那么而是继续上涨，所以这个仓位现在仍然是在获利当中。那这个仓位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是在6月12日这个地方是进场5%，然后在6月17日是10%加仓，在6月26日10%加仓，在7月1日10%加仓，对。然后呢，我们是在这样一来就是35%，对。那么接下来的这几根 K 线呢，我们分别都是以5%来加仓的。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到了7月9日收盘价是在262.33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要坚定的加仓，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加到满仓，我们继续以5%的单位去加仓。那这样一来，在目前的收盘价262这个地方加仓的话这个仓位是55%，成本价是到达了214，对。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在7月10日我们给出停利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守254，也就是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停利出场。停利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那么如果不停利出场，等待股价回档之后，想继续再加仓做多，或者长期更长期的持有，那么可以守20日均线值，就是在206，这是止损位。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的描述。那如果我们说在之前一直没有进场怎么办？在7月9日收盘价262.33这个位置是可以5%进场抢反弹的，就是试仓，就是进场做多。然后呢，那么对于在262这个地方进场的，我们守止损，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我们要守250。也就是日后在这个地方进场5%，日后股价收盘价一旦跌破250，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那如果之前比如说在7月8日有5%刚刚进场，然后呢到了7月9日收盘价也可以继续5%加仓。那这10%的仓位，我们说守止损的位置，我们依然也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50这个位置。对，当然现在还没有获利，就是说我们没有给出停利的位置哈。总之就是在我们描述的这样的多头的操作当中每一次加仓的位置都可以初次建仓。另外我们也要再来提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目前特斯拉股价连续8、9个交易日都是持续的上行，股价已经从最初的起涨177，对，现在到了265，接近100个点了。那么在这个地方高位进场，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损失，或者说是我们等它更回档到下方，然后再加仓，再进场做多？对，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技术上的操作，我们是不关心股价是涨到哪个位置的，我们只关心的是今日当下这个交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否具备进场的条件。只要具备进场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小仓试仓进场，设好止损位。然后股价一旦上行继续上行呢，那么我们可以是继续加仓的。所以我们不必关心在技术上的操作，我们不必关心股价是从哪个位置涨上来的，我们只关心当下的这根 K 线是否可以进场。对，好，其实相对于之前的特斯拉的股价，目前的位置还是属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目前的股价现在还没有站上，我们这样说还没有站上这一波跌幅的50%的成本线，也就是接近了。对，那么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对于特斯拉股价长期来说，目前现在涨到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呢，那么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向上的。所以我们说目前特斯拉股价的位置还是在相对中低端的一个位置。对，从长期来看。好，那么我们回到短期，那就是在7月9日这个收盘价的位置，在技术上是可以小仓进场试仓的5%。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和操作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空头我们认为它的目标就是250，对，跌破这根带量的突破这个所谓的横盘区域的这根 K 线的最低。因为这是一个重要标志，跌破这个位置，股价才有可能去测试242。所以说空头现在的目标是250。当然多头
是一定要守这个位置的。那么空头的止损，或者说是空头上方，我们从265，现在可以这样说，在265以上，每一个点位都是多头要守的位置。实际上现在我们认为是没有多头力量进场的。多头力量什么时候进场呢？一个是它可能会预先设定在某一个位置有一个大的仓位，一旦股价现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止涨的信号 K 线之后，一旦出现回档，那我们认为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因为股价涨到这样的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一旦出现回档，一定会有大量空头的进入。对，所以现在我们认为空头还没有进场，只是等待多头力量想要把股价推动到哪一个位置，出现止涨的信号之后，才会有空头力量进入。所以我们认为在265之上，每一个点位都是空头的这个要守的位置。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65，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281到290，第三个压力位是29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4到256之间。第二个支撑是250，第三个支撑是242，第四个支撑是下方的这个缺口231到234，其中10日均线值会在231这个位置。好，这是第四个支撑。那我们再给出一个数据，20均线值在7月10日会到达206。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仍然会继续上涨。好，那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3，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67，然后收盘会收在264附近。对，也就是不超过前高。那么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271，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收在268附近。也就是上涨我们会给出两个点位，一个是264，一个是268。那股价一旦我们说如果是收在268这个位置的高位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跳空的高开盘，然后最后在这个地方继续留下一个小的缺口。好，那么这样上涨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给出一个回档的可能，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最高会到达264，也就是不超过前高，然后呢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4，在这个位置，收盘收在257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